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 G， 选中国广电。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相声演员曹鹤阳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当然，我们还请到了今天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就来看看老师们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的。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俩是通过我前女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到现在结婚14年了。我们有一个儿子，今年13岁了。结婚这么多年，我感觉我老公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婆婆帮不上忙，还在中间挑拨离间，我真是无语。我老婆每天不是跟我吵，就是跟我妈吵，我都被她整崩溃了。我现在一个人还要养家，还要看孩子，真是太累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许先生39岁，来自河南，公司职员；女嘉宾陶女士36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老师好。好啊，欢迎两位哈。结婚几年？14年了。几个娃？一个。今儿是谁要来诉苦的呀？我要来的。诉苦的目的是什么呀？跟他结婚10几年了，过得特别累，所以说想让老师们帮我劝劝他，就是以后做任何事的时候能站在我的立场替我考虑考虑。从来不替老婆考虑啊？这也替他考虑，咋能不考虑呢？你知道他14年跟你过得很累吗？我没觉得。你是不累是吧？就他累是吧？我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他累？你没觉得是吧？你累吗？我也有点累啊，我也累啊。你也累哈？行吧，今天就夫妻说说怎么累的吧。我们两个嘛，也是经过他前女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嘛，他妈妈说我们两个一起好好过，以后结婚的时候给我们在当地县城，然后买一套房子付个首付。我感觉也挺好的。结果到我们两个真正结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他说给10万，然后后面又给8万，最后到手就6万。而且最离谱的一点是，他结婚当天竟然还穿个旧鞋，然后新郎官来接新娘子。就是我可接受不了他们家对我的一个特别不重视。你觉得被慢待了，对，是吧？一点都不重视。我觉得在我们当地6万元已经很多了。你给我结婚又不是给钱结婚，是不是？是，人家不是嫁给你14年了吗？人家在意的不是彩礼，人家说为什么不穿双新鞋来接我？我觉得旧鞋新鞋都一样啊，都一样嘛。你哪怕买一双20来块、10来块的，你也总比穿双旧鞋好。主要是你媳妇儿觉得我在你心里面有没有分量，对吧？好，这等于在结婚的当天心里就不舒服了。对。后来呢？接下来就是我生我儿子的时候嘛，他就是我怀孕快生了嘛，然后他让他妈妈过来照顾我坐月子，我感觉也挺好的。作为老人，他过来照顾我，我挺感激的。我刚出完月子，然后就是他亲姨小姨嘛来我们家做客，他小姨有那个会结和晚期，不可以到处跑的。初期就是说就会有点传染的那种嘛，我就赶紧跟我婆婆说，像这种情况下是不可以来我们家的，因为孩子还小，刚刚满月嘛。结果我婆婆当时听了之后也没啥那个，就是心里就开始有点不高兴了，对，就开始生着闷气了。然后后面就是我在当地做了个小生意嘛，开了一家那个小店，那个时候我们是租的房子，可小。他晚上回去10点多的时候，他把孩子从他妈妈的那个床上抱到我们床上，他妈妈当时说抱走了就不要再让我看了，就声音可大可大的那种。因为我们是租房子，隔壁住的就是
房东的儿子和儿媳妇嘛。我说你不看就不看嘛，你大半夜你叫啥，吵到别人就不好，毕竟租的房子嘛，对吧？然后就是他妈就开始说，让我看，你就得给我发工资。我说你是他奶奶还是保姆？你要是保姆我就给你工资，你要是他奶奶的话，你就别想要我工资。因为当时我们2个也是刚结婚没有多长时间，没有更多的一个积蓄，说句不好听的，就连买奶粉的钱都没有。然后顾客拿我的那个产品，然后我拿他的那个奶粉就给孩子吃嘛。然后我当时手里啊还在拿着小衣服，准备去洗澡，还没反应过来。完了之后，他咵一耳刮子打到我脸上，然后他当时打我的时候，我就只知道哭，也没反应过来。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们这个年龄段还有婆婆打儿媳妇的，就可接受不了。你当时在不在？我当时在。你妈打你媳妇儿，你做了什么？我啥也没做，在一旁站着。他妈妈跟他说，我看他一个外地人，我就不给他带孩子，我看他怎么办。他没有任何反应，而且这个话被我听到了。然后呢？孩子谁带的？之后孩子我给送到我娘家妈那去带了。多大就送走了？2个多月、3个月那个样，然后送走的。3个月的小宝宝，对，就送回了娘家。对，我娘家妈给我看到5岁，然后才接回来的。中间你们去看吗？夫妻2个人？去看，但是每一次去看，临回来的时候都会哭着走。哦，那肯定啊，心里舍不得。舍不得啊。对。那给娘家妈看，给娘家妈钱吗？也多少也给一点，只不过是，就是买奶粉钱呀，孩子买零食的那些钱，但是额外的就没有，因为我们当时刚结婚也比较困难嘛。好，听明白了。然后呢？然后我们是那个时候手里彩礼6万嘛，也没舍得花，后面就跟娘家，在东拼西凑凑了个首付，在我们当地县城买套房子。13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房子装好了嘛，然后他爸说打电话说帮我们看孩子。然后就上学嘛，上个幼儿园那些，然后我感觉挺好的，作为老人能主动帮我们，然后之前的事就过去了，就也没有想去继续恨他们。但是没有想到是，他爸到我们家没有起到一个太好的一个作用，反而他中间在来回传话，而且传的都是我的不好的。谁传话？他爸。你们搬进了新房，公公婆婆就来帮你们照顾孩子，是还是不是？他爸来的。他爸来，他妈没有来。然后呢？然后的话，他就经常出去玩嘛，然后玩到半夜回来，我也不能说他。老公出去玩，对。公公看孩子，对。老婆挣钱，对。他出去玩到很晚才回来。在外面也是因为工作。啥工作？都是在外面都是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外面什么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听听什么工作需要夜里干啊？什么工作需要夜里干？都是有时候平时接触的这些客户他们，然后在一块儿吃饭干什么的。你就说我在外面花天酒地就好了吧？我看不惯他半夜回来嘛，我就开始就跟他吵嘛，就找说理嘛。结果他爸不但不站在我的立场来说他，结果还在中间拉偏架。完了之后回去之后，他就跟他妈说，我之所以跟他干架，都是我娘家妈教的，经常打。就是打到胳膊呀，然后手啊上面都是淤青淤青的。我们2个干架。谁先动的手？基本上情况下是我实在逼得没办法了，然后我就那个，但是我性格比较直嘛，他就属于那种我干我的，你也别管我，我做的对与错，然后你就别管我就对了。你自己本身脾气也不好嘛。你这个妻子讲话也挺客观的，你发现了吗？有些妻子上来说她家暴我，她没有给你扣帽子，是我们俩打架，而且人家承认是人家先动手，但是你也不能还手啊，推挡一下就行了呀。他还手吗？还啊，他经常我胳膊呀或者身上都会有青的地方。所以说你干嘛要动手呢？但是那个时候气呀，他半夜才回来，一般人都受不了，我感觉孩子他也不那个。然后呢？后面的话就。我不是在外面之前跑业务嘛，跑业务，然后你像我，因为跑业务有时候手头就是有点不宽裕嘛，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你手头如果宽裕的话，你多少有点那个生活费，你给我转一点。他就说你赚了你发，我赚了我发，我凭什么给你？后来他出去玩，然后手机被他搞丢了，搞丢了之后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让我给他买个手机。我说你赚的钱你发，我赚了我发，我凭什么给你买？他反过来说我，他说你这个女人心真狠。
我就搞不明白，我就跟他要点生活费，他都接受不了，反而他手机弄丢了，然后他直接来找我要，他就感觉理所当然。所以你们在经济上也没有合在一起，对吧？基本上没有。啊，然后呢？他们家反正不管做什么事吧，就是你就是个外人，啥事也不跟你商量，压根就没你的事儿，就那种。比如说呢？比如说就是我们不是刚刚说那个买房子的那个事儿吗？就他有一个弟弟，他子女要到我们那个县城去上那个初中，没有地方住，他要住到我们家。我感觉哈，不管怎么样，这个房子是我们2个一起努力去买的，我是不是应该有那个知情权？有啊。但是他们一家人做的让我感觉都压根都不把你给当人看的那种。他们做了什么？他妈妈那天带着他弟弟，带着他弟媳，带着他侄女儿，4个人一起到我们家，我还高高兴兴的去超市买了几百块钱的那个菜，忙了一个中午做给他们吃。下午4、5点钟的时候吧，然后他妈妈说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走吧，就回去嘛。结果他妈妈带着他弟，带着他弟媳3个人走了，把孩子放在我家了。当时的那个情景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这事儿你知道吗？我知道。那你咋没跟媳妇商量呢？我当时想了跟他说都一样嘛。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了。咋能不一样呢？我当时想了，我弟跟我弟媳都在外地工作，也不容易。你商量一下嘛，人家会不让吗？他们一家人4个大人到我家哈，中午都在一起吃饭，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提一句。后来这孩子留下来了吗？没有，我这个人我性格比较那个，你不把我给当回事儿，我要去顾虑你们这么多感受吗？然后我当时我气得坐在沙发上拿手机，然后他发的信息是：老婆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我侄女要住到我们家去上学。等于侄女儿留下来之后，他给你发的微信。对，发的信息。他还不在。对，他不在。完了之后。我就感觉他是先斩后奏，压根都不是商量。这意义完全变了。这个房子不是你妈妈、你爸爸买给我们的，这是我们2个到处东拼西凑然后买的房子。你侄女进我家，竟然连住我家连跟我说都不说。你要知道，不是住1天2天，你要是走个亲戚1天2天，我可以理解。所以您做了什么呢？我气愤了，我直接走了，直接开车走了，然后他侄女也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后面他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然后过第2天第3天，他跟我说他让他侄女走了，我才回来的。就回来了。对，我感觉这个事哈，他家里人就是太不把你当回事儿了。你看这个房子本来就是我们2个买的，结果你看他家人到我家去，从始至终竟然连声打声招呼都不打。听懂了，听明白了。对。所以心里不舒服。对，就一直就感觉他们家压根都不把我给当成一家人看。你心里是不是也不舒服？我肯定不舒服啊，我感觉他的心态很累。我那侄女不是跟自己家小孩一样吗？那你侄女跟自己家小孩一样，自己家小孩回家了，你都不回来打个照面？我还是在外面忙那时候。忙啥？他经常在外面玩。行，还有什么让你累的？我就想着然后再要一个，结果流了嘛，就是不小心流产了嘛。又怀孕了？对，怀孕流产了。流产了之后，你看他妈当时在老家压根也没说一句，哎呀，我来照顾你吧之类的，没有说过一句。然后我不就指望他嘛，家里面就我们2个那个时候，对吧？那个时候是5月份的时候，好像后面他那个时候他爸已经就是因为他侄女不给我们不在我们家住了，他爸也不给我们看孩子了。家里面就我们一家3口，然后我就指望他给我做个饭。你知道他多过分不？月子里面第18天的时候，他说我今天有点事，他说我中午给你做点蛋炒饭吧。我说可以，随便凑合一点就可以。结果你知道他有多凑合不？直接给你搞个前几天的剩饭。等我去吃的时候，那个饭呀已经馊了，那站到锅的旁边都能闻到一股味儿，可重可重。我也不知道那是剩饭。能给你做，我觉得都不错了。你闻得着味儿吗？你闻它不臭吗？我平时也没做过饭。所以你不知道饭臭或者不臭是吗？所以他心里边还委屈呢。我平常可没做过饭啊，我都给你下厨了，你还挑剔是吧？对，你看，对，他就是这么想的。结果那天的话，就是我中午没有吃，我不是一直心里就有气嘛。然后等到4、5点钟的时候，他回来了一趟之后，拿个东西准备还走。还出去，我说你不管怎么样，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做顿饭，对吧？
结果人家说我没有时间，你要是那个的话，你直接点个外卖吧，我等着赶紧出去。我当时我气不过，我就开始拿东西，我们两个就又打起来了。他朋友还开着车在下面，然后下去给他朋友骂了一顿之后，他朋友开车跑了。他就感觉我这个人是个泼妇。你自己身上有毛病，他脾气非常不好。你不感觉我是被逼的吗？我好奇的问一句啊，按理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很多女生来这儿就说我不想过了，对吧？你选择的是我只是觉得累，你们有没有什么方式让我轻松一下？还想跟他过是吧？因为我是单亲的，从小到大也是离异家庭出来的孩子啊，所以我不想让我孩子这样，就跟我一样。你还想过吗？说实话。今天来到这里，肯定想。我看这老婆你也不需要啊，因为我没看出来你们有什么彼此需要对方的，或者彼此帮衬的。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呀。哦，那他知道你们俩打成这样吗？我们两个经常当着儿子面打架。对啊，他知道这个你们我爸我妈不在一起生活吗？知道。他知道我们两个反正每一次打架的时候啊，他就自己把自己关到房间里。你们一年在一起共同生活有多少天？反正不多，没有具体算过。基本上我们两个一直到现在为止吧，都处于就是一年很少见面的那种状态。你们住在一个城市吗？住在一个城市，你怎么会一年见不上几面呢？他经常说他工作忙，而且经常不回家。为啥？啥工作需要不回家？出差嘛，有时候出差。啥工作需要你天天出差？做业务嘛。他老是找借口。你想回家吗？我觉得他应该给他身上的那种脾气也得改一下。你想回家吗？你告诉我。每个人都想回家。但是你不想回，他脾气不好，我们了解，是不是脾气特别暴？暴。那他脾气为什么会暴？你说谁愿意天天跟人吵架？所以在一对夫妻的心里面，妻子觉得，我嫁人，怎么没嫁到一个管我穿衣吃饭的汉？不管我穿衣吃饭就算了，怎么这个汉连疼我都不疼？不疼我也就算了，怎么这个汉连家都不回？我自己一个人独守空宅，是吧？对。心里苦，对吧？对。男人也苦啊，对吧？娶个媳妇儿，贤妻良母，操持家务，我一样都没享受到，我还感受不到这个家的温暖，我这婚结得很累，是吧？对。看起来结婚了，结了10几年了，我们这么一听下来，给我一个感觉很恍惚的感觉，有一张结婚证，有一个因为激情而要的13岁的儿子，这个婚姻好像不像一段婚姻。连2个人搭帮过日子都算不上，我都不知道这个感情算什么了。所以老师们帮着分析分析，看看怎么帮助这对年轻人，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听听老师们怎么分析。我感觉孩子很可怜，孩子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环境当中，你认为能够快乐健康成长吗？每天在这样的一种打斗阴影当中生存，目睹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大打出手，孩子只能躲到房间。他在房间干嘛？恐惧、哭泣。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心理一定出问题。所以，如果你们2个人真心为了孩子，如果丈夫不愿意去改变，你不愿意去面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我建议你们2个人尽快的离婚。我希望今天你们真正的思考一下，怎样做对孩子有益，怎样做对你们自己有益。谢谢博宏兄，文老师。谢谢老师。我跟博宏老师的观点一致，我也建议你俩散了吧，因为你们俩在一起就是一场灾难。你们俩现在我觉得过了情绪的那个阶段了，你俩也没有什么情感。
现在只看到了一场情节，劫难的劫，就是你千万不要跳入你的人生陷阱里。为什么这么说？很多人生下来有一个幸福完美的家庭，那是他中的人生彩票。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没有拿到你的人生彩票的话，你就要知道说，不要用这个缺陷去让你一辈子来填，这是不对的。你不能说因为我是单亲家庭，我就不想让我的小孩成为单亲家庭。你没有能力经营好你的婚姻，他注定要面对的他就是一个未来要成为单亲家庭。你真正要想的是如何让你和孩子都更幸福，而不是你轴在这一个传统封建的思想观念里。人是不可能获得自己认知以外的幸福的，你只有打破你自己的认知，打破你的局限，你才有可能改变你现在的生活。因为你现在不是一点，我们都不能教你是什么战术的问题了，你来找我们解决办法，就是这属于战术，你自己的人生战略出了问题。所以你要追本溯源一下，想想这个事情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及时止损。说完了，谢谢曹老师。这个从一上来，这个第一个有效信息就是这个挨打的这件事儿啊。越往后呢，我越听我就比较茫然，但是我大概其猜到故事的走向了。不过最后这走向跟我想的还真不一样，人家不是来说是讨伐呀，或者离婚呀，不是，还想继续怎么过。这是一个我非常疑问的问题。虽然说离不离婚、一不一块过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当然我是很支持二位老师之前说的啊，我也同意你们不要在一块儿。从挨打的那一刻，他没有站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决定了结果了。咱就说是可以继续往下过啊，为了孩子，为了面子，为了一切，接着过也可以。但是你告诉我，你怎么能让他回家？就是遇到委屈的时候，打落了牙自己咽下去。你能保证今天过后了，可能你们现在给绷起一弦儿来，未来的半年、1年啊，他有事儿我忍着点儿，1天2天行，1年2年行，10年2年行吗？还有这边你媳妇儿有事儿了，你能不躲吗？都保证不了吧。所以我希望你们俩冷静地想一想后边应该怎么做，因为你们俩现在在婚姻的各自的位置上已经固定了，该逃避逃避，该嚷嚷该悍妇悍妇，所以根本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啊！我说完了，谢谢曹老师。曲总，我跟几位老师的观点有点不一样。你们在生活当中有谈及过离婚吗？经常。去那个部门了吗？没有，就是经常吵架的时候。谁不去？谁要去？我要去，干到最后的时候，他不那个了。哦，为什么不离？还是舍不得吗？舍不得你也不回家呀。如果此时此刻你们都离婚了，那句话不说得好吗？你不会游泳，你换一个泳池，你照样不会游泳。也就是说，你们离婚了，让孩子成为了单亲，你们付出代价，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你不知道如何是好，你们不知道再继续怎么去开始新的幸福，所以你们依然是迷茫。所以我的观点是，你们要去努力的在这段婚姻当中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去努力的去尝试去解决。如果还是解决不了，那会儿再分，我们没有遗憾，因为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你先回家，不要逃避问题。明明挣不了多少钱，却比所有人都忙，说自己在外头怎么样，对不对？明明自己都没有买一个手机的实力，偏偏还理直气壮说你得给我买一个手机。你不管家不管孩子，不往家里给家用，你凭什么让人家给你买手机？太自私了吧。咱如果工作能力差没有问题，咱回到家里尽自己做父亲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被对方尊重，我们是不是有不值得对方尊重的点呢？哦，动辄就上手，这是情绪的碰撞，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有话不能好好说吗？跟他说也没有用。你说了什么？你说到点儿上了吗？你用他接受的方式去沟通了吗？这是找到一个共同话题，好不好？从今天下午台开始，你们就各自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离婚？
他说舍不得，你是什么？不甘心吧？对。当初穿着一双旧鞋就来结婚了，20块钱的新鞋都不舍得买，你就进入到这个婚姻了，你图什么？先想想不离婚的理由，然后在这一点上去想到方法。不甘心，好，我们做点什么？不能说哎呀，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我们得有信心吧。我们换一种方法好不好？在婚姻内先找到问题，去努力解决它，好吗？就这样。谢谢师哥。谢谢老师。来听听帮帮团老师们有什么意见。那作为广电帮帮团呢，我想问一下这位男士哈，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自信？你觉得可以在这段婚姻当中这么去作呢？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你太了解他了，他不会离开你。应该是这样的。那就证明你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其实是不对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所以我觉得可能妻子也是用惯性思维一直去思考丈夫，然后他一跟你说什么就不停地先带入情绪，而不是去解决事实。所以我觉得我赞同曲老师的话，就是你们接下来可以抛开情绪，去尝试着去把这个问题解决。谢谢。谢谢。来，老师。我特别赞成杨绛先生的一段话：能让你变温柔的人，一定是给了你极致的爱；能让你变沉默的人，一定是给了你极大的伤害；能让你变得暴躁的人，一定是让你受尽委屈。所以，这样一个男人，你留着他，还让他继续伤害你吗？还让你继续受委屈吗？所以，离开他越快越好。后悔不？此事是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14年也就这么过来了，光阴匆匆啊。女生后悔吗？我没有后悔过，我感觉只要自己选择的就不后悔。所以还是那句话，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婚姻已经不堪了，已经腐烂了，但是婚姻的双方其实还享受着呢，对吧？女生其实挺享受的，我骂了她，她还要走，我能下楼把她的朋友再骂走，她打了我，我也打了她。你们说是家暴，我认为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动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应该自洽，这就是你选择的婚姻模式，不用去改变。那你不回家是不想回家，不想交钱，不想尽责，还是害怕回家，还是觉得这个家压根儿就没啥意思，早就不想要了。今天把话都说白说直了，不就完了吗？那就这么一点事儿，没那么复杂。他就想让你回家，你回不回？就别玩了，少爷，回家吧。不管怎么着，咱俩是两口子，你还愿不愿意跟人过日子？你直接说了。愿意。回不回家？回家。确定吗？确定。他一直都这样说，只要一吵架，他就说他回。他说，但是他做不到。做不到，你离开呀。我害怕以后离了之后再找一个还不如他。这不就是那个吗？这是两个人最核心的东西吗？女生是害怕下一个比这一个还更糟糕，男生觉得自得其乐呀，因为有这个婚姻和没这个婚姻是一样的呀。好歹这是个老婆，在外面被人都给伤了之后，这还有个家，是吧？我要真离开他了，我的退路在哪儿呢？所以你们哪当家是个家嘛？你们把家当成了说，哎，这地方行，有感情吗？没有。所以愿意干嘛干嘛，离婚也可以，不离婚也可以。想轻松特别简单，就是想开。不管咋样啊，不离婚，我们大概就一个要求：别动手了。能把手管住吗？可以。别当着孩子的面争吵了。其他我们还能说什么呀？你们是成年人呐，你们自己做决定吧。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希望以后的话，你能做任何事的时候，能站在我的立场来考虑这件事，不要老是听你家里人的。你要再听你家里人的话，俺这个家
我想维持也维持不下去了，我每天活得也很累。你老是听你爸妈的，然后跟我离婚，你还能找到啥样的吗？不管咋样，想让小孩幸福一点，最起码爸妈没有离婚，他过得也开心一点，他不会自卑。我希望你以后就是我们两个都能改变改变。你不要老是出去玩就行了，我要求也不高。我可以苦一点，累一点，我也没有图你大富大贵，就想你每天能好好的回家就行了。我帮他说了啊，我养你，你回家来守着我，守着孩子。我这么翻译行吗？我愿意承担家里的一切，少爷，我养你，你陪着家里的小少爷，只要我每天回家能看见你们两位少爷，我愿意，我啥都愿意，是吧？是这意思吧？嗯，听懂了？听明白了。愿意就出来，不愿意就别出来，好不好？你要这次愿意了，就真的就愿意那么做了，就别再犹豫了。好，哎呀，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鹰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内容。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包红兄，是不是比较压抑？真的很压抑。虽然我知道此刻他们会双出，但我在担心今后这样的一个场景。等到他们的儿子长大了，面对这么支离破碎的家，父母说我们都是为了你才没有离婚，孩子说我不承担这个责任。文老师，这真的是人不听劝，没有办法，救不了。这双出吧。人家的需求就是对外有一个家的需求。对，所以我觉得他会一直困在他的壳嘛，对原生家庭的这个困扰里面。曹老师，其实我挺糊涂的，我现在都有点懵。从一上来他们俩人开始，我想的剧本应该是最后的结果应该是甩在女方这儿，你是想过你就出来，不想过你就不出来。但是我没想到现在的结局发展是最后决定权落在男的这边。当然是他了啊！你看这14年，谁真心的想离开、想跑？是这个想跑。算了，双出吧，好了。双出是肯定的。男生呢就学学做饭吧，在外边不行，在家里你就得会要讨好老婆。那女生呢就别纠结，就一会儿她不甘心就有希望嘛。她不用讨好，她回家就行，啊。但她回家她不能什么都不干啊，那她回家干嘛？你一会儿问她，她回家了在那儿躺着，在沙发上躺着陪儿子玩，什么都不干，她认不认？她一定说她认，你信不信？行，一会儿咱俩打赌。行，一会儿问问，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这哪有那种复合之后的喜悦呀？问个问题啊，他只要回家不做家务什么的行吗？就回家就行。也行啊，也行，只要不老找事儿。看见没有？他要求的就非常简单，这是我老公，回来，让我看到你，别跟我找事儿，我来挣钱，我承担一切，是这意思吧？我辛苦一点没事。我可以学着做家务，开开心心回家吧。来，让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应该叫新开始的时刻吧。各位，请见证。来，请回。请回，请回，请回。